那接着话呢，咱们看看大模型的应用场景2，叫做 agent 的开发。这呢提到说，充分利用大模型的推理决策能力，然后构造一个能够独立思考、逐步完成给定目标的 agent 啊，也翻译成叫智能体。那有的地方啊，把 agent 翻译成代理啊，我觉得差点意思啊，智能体要更合适一些。那我们类比一个案例啊，比如说像咱们以前的时候，这个原始人具备这个决策能力和记忆能力啊，比如说肚子饿了，然后呢想要去狩猎，正好呢看到一头鹿。你说这时候我们是过去抓它呢，还是用这个长矛进行射杀呢？那这个决策能力啊，最终说还是用这个长矛要更靠谱一些。好，那比如说再走着啊，遇到一滩水，那记忆能力呢告诉他说，里边大概率会有鱼，那这样就制作了一个鱼钩，然后呢来钓鱼啊。然后呢记忆能力告诉我们说，烤着呢可能更好吃哈，然后呢就有了烤鱼啊，一直到现在都还有。好，这呢我们说的是原始人，那么对应到这个 agent 或者智能体，它应该具备哪些能力呢？啊，在23年6月份的时候呢 ，OpenAI 的元老叫翁立莲啊，也是北大的一个校友，他就提出了现代 agent 的一个架构啊，现在呢也广泛的被大家所接受。那么在这张图当中啊，就提到了说智能体应该具备的几个要素啊，你比如说呢有记忆的能力啊，工具调用的能力，规划决策的能力，还有具体的行动的能力。那如果呢我们用个公式来表示的话呢，那就是 agent 等于大语言模型加上啊这个规划决策的能力。加上工具调用的能力啊 ，memory 记忆的能力，还有呢具体行动的能力。我们再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来说，比如说呢，你打车呢去西藏玩，那么这里的大模型啊，就好比是规划行程的你啊，然后这个 planning 呢，就是你自己做的规划啊，先怎么着，再怎么着，最后怎么着，这样的一个规划。那规划做完以后的话呢，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可能要涉及到一些工具的调用啊，你比如说你要订饭店呀、打车呀，是吧？我们可能要用到滴滴，用到携程，用到美团去订酒店。这儿呢都理解为工具的调用啊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我们还需要具备这个记忆的能力啊，不能这个规划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就走偏了，是吧？啊，订个酒店啊，结果跑到这个新疆去订了，显然不合适。哈哈，这个你得是订西藏这个路上的这个酒店啊，这呢就是记忆的一个重要性啊。然后呢有个 action 啊，得说走就走，不能纸上谈兵。这呢我们做了一个类比。那具体来说呢，比如像第一项，大模型作为一个大脑啊，咱们知道这个 agent。它的概念的出现呢，肯定是先依托于前2年的大语言模型。那我们在创建这个 agent 的时候呢，肯定要用到这个大模型了。那么这里有个问题啊，说我们 agent 创建的时候，是不是每次都要用当前市面上最强的大模型呢？注意啊，还真不是这样。为啥呢？因为我们一个 agent 的调用过程当中啊，可能要多次调用大模型。如果每次都用最强的大模型，当然效果很好呀，但这里边的问题是什么呢？首先花费比较高。大家你去参考一下这个前段时间这个 OpenClaw 是吧？小龙虾你就知道了，一夜之间呢花了好多钱啊。这个模型啊，你不能每次都用最强的啊，特别贵。那其次的话呢，这个模型特别强的时候呢，它的响应时间也会更慢一些啊。你要多次调用的话呢，这个给用户的体验呢也可能会差一些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一些这个难度不是很大的任务上呢，咱们可以用一些小的模型啊，更便宜，然后呢响应速度也更快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事儿。第二呢，叫做规划决策啊，这儿呢其实也是由这个大模型呢，这个实现的这样一个能力。我们问一个具体的问题，它会把这个问题呢进行一个拆解，尤其是一些复杂问题啊，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叫做 deeper research， 是吧？啊，你比如说你让这个大模型去创建一个电商网站啊，那它不能上来呢马上就开始给你写代码，最好呢先做一个规划啊，这个呢是要更好一些啊，这就是规划决策的能力。其次呢叫工具调用的能力，对吧？这个大模型的话呢，就好比是这个大脑啊，光用大脑不行啊，你让他玩这个汉卓塔的游戏，他能给你分析出来怎么去移动，但是呢，具体怎么移啊，还得需要手啊，需要眼睛，对吧？这手和眼睛啊，都好比是我们的工具，才能够实现具体的操作。好，那在这呢提到这个记忆的问题这个呢大家啊，这个有这个老朋友啊，你跟他呢聊得特别好，为啥呢？啊，因为他知道你很多年轻的事儿，他也知道你的爱好，大家聊得特别投机。那跟这个 AI 进行交互的时候啊，或者跟智能体交互的时候呢，咱们也需要呢它有一定的记忆啊。这儿呢就提到了有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。这个短期记忆呢，主要针对的就是当前绘画的窗口啊。你比如我下边有个例子，这儿呢我出来一个相关的需求啊，他把答案给我以后呢，我说呢你按照这个品牌呢进行分组。那他得知道我上边到底问过什么问题啊，如果下边呢就不知道了，那显然呢这个体验会很差，对吧？这叫做短期记忆啊。然后这个短期记忆呢，它也会受限于这个模型本身的上下文这个窗口的大小。咱们想要说的是什么呢？当前比较主流的一些大模型，它呢都支持100万级别的这个 token
啊，真的已经是相当不错了。OK 啊，行。然后呢，除了这个短期记忆之外呢，还提到一个长期记忆的概念。我们后边呢专门有一个章就来讲这个记忆的问题。长期记忆啊是可以横跨多个绘画或者时间周期的。比如用户呢他有什么样的偏好啊，过去呢他执行过什么样的指令啊，这很有可能是跨绘画级别的。那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些需求，我们就要用到这个长期记忆，是吧？可能会涉及到比如知识图谱啊、相连数据库的一些使用。好，最后这块呢叫做 action 行动啊，就是你都规划决策完了，然后具体呢得去操作，得去调相关的一些代码和功能，这呢就是行动的一个能力。好，那大家这块呢对我们提到的这样几个概念呢，先简单有一个理解。后续的话呢，咱们会通过相关的这个章节，尤其呢重点来讲解这个记忆和这个工具。OK。